你以为果汁补营养，婴儿其实并不需要。我们今天要讲讲婴幼儿喝果汁、喝蜂蜜的风险。首先呢，在深入去探讨果汁跟蜂蜜的风险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婴幼儿他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们身体的供能状态究竟是什么？他们身体究竟在燃烧什么？要研究婴儿的身体在燃烧什么不容易啊，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可以做得到的。你看到了母乳的热量结构的时候，你大概可以知道婴儿的能量利用大概是什么情况的。所以如果你去翻书找资料的话，母乳的热量百分比有 55% 的热量是脂肪。听清楚，我们在说热量的百分比啊，不是说几克啊。母乳热量的百分比有 55% 是脂肪，大约 39% 是碳水化合物，大约 6% 是蛋白质。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母乳里面的热量大多数来自于脂肪。那婴儿的饮食里面 55% 的热量都是脂肪，这些脂肪拿去干什么了？真正有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他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在迅速的发展、迅速的发育。大脑是婴儿期发育最快、能量需求最高的器官之一。你可以想象，婴儿出生以后，脑细胞发育的是速度最快，它对能量的需求最大。可是它母乳里面热量的大多数是脂肪 55%。新生儿出生以后会经历一段代谢转换，身体也能够产生和利用酮体。对酮体有认识的人知道，酮体是我们脑细胞重要的能量来源，尤其是对婴儿来说。婴儿吃了母乳以后，母乳里面的一部分脂肪可以在肝脏里转化成酮体，供大脑利用。那另外 39% 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了葡萄糖，葡萄糖也会给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提供能量。所以婴儿其实他身体的代谢是比较特别的。那么母乳里面的热量结构，在婴儿出生1周2周之后呢，它的脂肪百分比呢大约下降到了 50%， 稍微少一点点。然后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呢，相应的也做出了一点点的调整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脂肪始终是婴儿身体里面重要的能量来源呢。母乳中的脂肪既参与整体供能，也有一部分可以转化成酮体，成为婴儿大脑可以利用的能量来源之一。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是果汁和蜂蜜。在北美洲有很多医疗机构或者是儿科学会都会建议1岁以前不要给孩子喝果汁，也不要给孩子吃蜂蜜。第一，是因为婴儿的消化系统没有准备好；第二，来自于蜂蜜里面有肉毒杆菌感染的风险很高，而婴儿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些挑战呢。我提醒各位父母啊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会想果汁里面营养很丰富，我们给婴儿吃果汁等于在给他营养，你小心啊。1岁前母乳或配方奶才是主要营养来源，果汁并不能够代替完整的水果，还可能挤占奶和其他食物。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果汁和蜂蜜的热量结构。是的，它们大多数的热量都是糖，百分比比较高的是果糖，百分比比较低的是葡萄糖。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了解，身体在处理葡萄糖的时候是需要胰岛素的帮助的。胰岛素来了以后，他身体制造酮体的这个通道呢就关掉了，就关闭了。所以给幼童吃果汁，摄入葡萄糖的食物过多，是不是一个好主意？你们自己要考虑考虑。